欢迎收看《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我是何荣。两岸大事国际焦点，深度剖析，打开视野。透过 YouTube 收看朋友，请您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动动手开启小铃铛。也欢迎您告诉我们在哪个城市打卡收看。当然，欢迎大家多多的发表您的看法。好，来欢迎今天3位来宾。首先是台大政治系教授左正东老师，何荣好，大家好。另外是淡江大学战略研究所副教授林宜佑老师，何荣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以及台科大机械工程系助理教授黄周润老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好。好，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带您来关注的就是在这个礼拜大家在看的国际重头戏啊，就是川习会。那么，川普并没有参加 APEC， 而是把最宝贵的时间留给了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虽然说川习会落幕了，但是中美两强背后的角力才正要开始啊！现在斗而不破的1年当中，中美双方会如何各自的出招呢？纽约时报就直接说他们观察到的，他说这不是和平，而是被迫休战。而 CNN 更是直接报道，因为 CNN 是比较偏民主党的了，他们是直接说中国赢了。好，另外呢，美国暂缓黑名单，扩大1年的出口管制。那中国呢，则是暂停了稀土出口管制1年。双方在表面上都是交换善意，但是实际上呢，却是美国被迫让出科技管控的底线，中国则是以静制动，出刀不见血的夺下了战略的优势。所以在画面当中，你可以看到，我们特别帮大家整理美国前官员呢，有一位前官员就说呢，这个川普为了贸易胜利卖掉了美国的国安底牌。美国这次可以看到是首次把国安科技纳入了谈判的交换筹码。还有呢，这是昨天特别跟大家来看到的，在川习会之后根据大陆商务部公布的这个结果，特别在卡脖子就是我们接下来谈的管制的部分，美国暂停实施9月29号公布的出口管制50%穿透性的规则1年，而中方则是呢把稀土的管制也是延长为1年暂停1年。特别刚刚讲说穿透式。这个美国出口管制是美国先发动50%的穿透式规则。简单来看一下，就是在9月29号所发动的。然后呢，这个主要内容是凡是列为实体清单、军事最终用户清单这些相关制裁清单的实体，或直接与间接持有50%以上股权的子公司，都被列入是出口限制的名单。这个影响的范围非常的广泛。但这次呢，就强调说。谈得还不错呢，所以呢，我们把这个管制措施先暂停1年。好，那画面上我们也提到给大家看，中方跟美方现在在稀土上面管制上面这个管制内容呢，中方措施是暂停稀土管制1年。然后呢，美方是暂停在这个实施制裁黑名单，刚刚特别提到50%穿透式规则的这个名单上面是1年。好，那涉及的企业呢，包括了稀土冶炼中方这边稀土的部分呢，像是冶炼分离出口企业，美方晶片科技方面呢，则是暂停实施黑名单这个1年的时间。好，那相关的全球市场影响呢，包括现在看到中方还是掌握全球非常强90%的稀土加工能力。那现在就是美方不断在追赶。好，这次的川习会现在双方看到最后的结论都是呢，暂停对于对方的一个管制包括稀土、包括科技晶片相关的都是1年。那很多现在分析的看法都认为，总体来看，其实中方这次在谈判上是略胜一筹，因为既延长时间，又拿下了接下来谈判的主导权。左老师怎么看？好，首先我想认为中国大陆赢了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习近平的胜利。为什么？因为这会让他在国内看起来很强势，这会让他在国际上呢得到很高的名声。因为这么多国家跟美国谈判，每一个国家基本上都是满足美国的需要。没错。那只有中国大陆可以对美国呢叫板，而且呢打得平手。就算你不认为他赢了，他最起码是平手。态势就是平起平坐，没有错。所以我觉得对内对外，习近平都可以宣称他是胜利的，这一点对他来讲非常重要。第二个，我认为其实对于中国大陆来讲，经济上来说最需要的可能不是这个所谓解除对于这个他的一些企业的制裁因为他讲到这个企业是过去已经被制裁的企业，他们的子公司、孙公司只要持有50%以上，那么就列入黑名单。现在说把这个推迟1年，可我认为这不是最重要，最重要是什么？最重要是关于芬太尼的这个关税调降了10%。对，而且呢，
在这个会后，美国还宣布了，如果芬太尼的这个管制有成效，还会再把剩下的10%都移除。这20%对中国大陆来讲太重要了。为什么？因为这20%或者10%是涵盖所有的中国大陆的出口。那么对于中国大陆来说，它现在最迫切要解决的问题就是青年的失业问题。那这些失业的问题，它其实需要的不只是我们看到这些高大上的尖端科技，它更同样重要的，或者说对于青年就业更重要的是什么？是过去的这些劳力密集产业，这些其实给养了更大量的这些就业人口。对，那这些其实中国大陆还是非常有竞争力的啊，在全世界的市场来说，还是可以看到非常多来自中国大陆这一方面的出口。但是在美国，它尤其在圣诞节前。它如果这个关税继续，它就会丢掉了很大的一个这个市场。那现在在圣诞节前、感恩节前，它就恢复了。这个对于它来讲是及时雨啊。所以我认为这个部分其实可能是对中国经济来讲最重要的。就几乎面子里子，几乎在这一次，当然有人说谁赢了面子，谁赢了椅子。可是照目前我们所看到的整个总体分析来看的话，中国不但是赢了面子，又赢了里子哈。那接下来当然美国一定不服气嘛，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川普回到国内，在这个飞机上面的时候，他就说自己凭自己的分数哈是打了12分，满分10分呢，这个不会让人意外，因为他向来就是会给自己打很高的分数。但在美中两强，就是老大已经达成了共识之后呢，又听到了美国财长贝森特呢，他又放话表示啊，他说北京犯下真正的错误，因为美国2年内就能够摆脱稀土的依赖，真的吗？啊，根据专家的分析啊，说美国即使启动像是曼哈顿计划级别的资源开发，至少也得5到7年才能够真正完全替代中国大陆的稀土供应。另外呢，中国大陆这边有4400万吨的稀土储藏量，占全球35%到50%，而中方呢控制全球稀土的加工冶炼分离的能力的比重呢，将近90%左右。某些重稀土分离环节，中方更是达到了99%的控制。所以以此来看，美方估计2年就能够完全替代啊，会不会太乐观了点？林老师。这一边的话，其实我们先回归到刚刚讲的一个川习，这是一个见面。我个人会认为是双方各有所需，那双方都达成自己要的一个目标。对习近平来说的话，其实刚刚左老师提到的这个芬太尼的10%，这是很重要的指标。同样的，对习近平来讲的话，他也证明了中国在他的领导之下是可以跟美国平起平坐的。那对于川普来说，他到底得到了什么？当然不是他讲的这个120分，这一个他好像自吹自擂这样。他最重要的其实就是说，他可以把一些东西带回去他国内。因为我们看他这次其实除了是去见习近平之外，他在日本跟韩国拿到了非常多的一些利多的一些消息，不管是这个日本的加大投资啦，或者是我们说韩国什么核潜舰要在美国制造啦，其实他这些东西都是他能够去带回到他国内对他的一个支持度的。所以其实在这一点的话，我们可以看到2个大头2个这个元首对话。各有所需，那但是在底下的这一边，一定就会开始有很多的一些分析，会认为是说，川普你可能有一点为了贸易胜利卖掉了这个国安底牌啦，就是说他有点丧权入国类似的一个味道啦。可是这边他立刻就用的是什么？同样上谈判桌的贝森特。我个人会认为现在第一个是贝森特来讲，后面可能 Rubio 又要准备出来讲了，就是老大讲的是没问题，我们都很好，他是我的老朋友。可是底下的这一些官员，就是他们要上场的时候，那这一边贝森特他直接就讲说了，可能2年就可以去摆脱这一个美国对中国这个稀土的依赖。但是说实在，2年能不能达到这个东西，不是取决于的东西，倒不是时间，而是你要花多少成本。说实在，今天的一个稀土，你世界上含量还是什么，各地都有。重点不是含量，是提炼的技术。因为提炼的有时候它会有一个高污染，或者是提炼的成本这个问题。所以，与其我美国要自己去提炼，不如跟中国买。相对来说，这一边我可以降下很多的一些成本的问题。那如果今天我要重新去启动的话，要么可能是在越南或其他国家跟这些国家买，或是我美国要自己做。那美国你愿意去付出这一个成本在稀土上面吗？固然我们现在看到可能有国防的需求、晶片的需求等等的，让他必须要去做。但是在今天我们看到这宣布1年制裁，这1年365天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老实说，没有人知道。
会不会今天的稀土又是另外一个只是谈判的筹码？所以我个人会认为，贝森特他今天讲这个话是讲给自己国内来听的，因为其实现在对川普来讲的话，他现在在这个外面感觉上这一次东亚行好像外交大胜利，可是接下来他要去面对的是他国内更多的问题。是这国内问题，我们可能等一下还会再讨论。没错，就是在这个关税这个参议院否决了让他一些议案，这些东西其实是现在川普才要去面对的一个问题。所以这时候由贝森特放话，就是希望能够把这个我们讲说在谈判上面的稍微一点弱势拉回来一点点哈，这帮这个老板稍微加回来一点分数哈。所以刚刚林老师也点到一个重点，中美现在比的就是呢，接下来在休兵也好、暂停也好，这1年当中哈，谁能够更快的摆脱对于对方的依赖，谁能够更加的掌握包括科技还有包括矿产的，就是稀土的命脉哈，就会是接下来中美两强对决的胜负关键。好，说到刚才有稀土的部分，接下来是科技的部分哈。那当然，川普也证实啊，因为他被媒体问到，他说是我有跟习近平主席呢谈到了晶片议题，但是并没有涉及最高阶的 Blackwell 晶片，而中方呢先前我们也知道，他是直接拒绝了美国的 H20啊 H20，那后来连 B30A 啊都进不了大陆，无非是在释放出一个信号，就是中国大陆呢不再屈就美国说要卖出来的这些低阶产品啊，这些低阶货。所以有白宫 AI 沙皇之称的萨克斯呢，就直接说，中国大陆目前的态度很清楚，就是要全力扶植华为。但是这2天也听到了，黄仁勋就是辉达的执行长，他特别提到说，他也当然很希望辉达的芯片，比如说像是 Blackwell，能不能够进到中国大陆去贩售？但这一切都是川普决定，川普说了算。所以现在决定权在川普手上。我要问的是，洪老师，你觉得川普会允许 Blackwell 迈进中国大陆吗？这个问题其实挺有意思的。那就如左老师所说，这个其实今天在这个谈判上，到底谁真的赢，谁真的输，更大的是在面子上，习近平他得了一个比较大的一面。那今天如果川普允许了 Blackwell 晶片到中国，其实它最大的程度上分2个层面。第一个层面的问题是，他是不是输了面子？然后呢，如果今天川普他允许 Blackwell 晶片到中国，因为我们知道说，晶片可能3年一个世代，6年又在下一个世代的时候，前面 Hopper 可能什么都淘汰掉了。对，它真的那么的重要吗？不知道。但如果今天你掐着敌人的脖子，中国的研发能力，我不敢说他们特别厉害，但他们有足够的人力，足够的资源，我就跟你硬搞。那在这个程度下，如果川普没有阶段性的去开放这些东西，那对于中国去全力扶植华为来说，无疑是什么？无疑是在养虎为患。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那至于说未来美方如果要出口，就是说，害怕他们买来拆解这个问题，这个涉及到整个晶片，其实它整个从它的上下游产业链到水平产业链来说，中国目前有没有办法去囊括这些所谓的先进制程的部分？如果它没有办法囊括先进制程的部分的话，那即便它拆解它 IC design， 它还是没有办法在 NVIDIA 的这些技术上去做一个比较好的妥协。所以反用美国技术来反制美国这件事情，会是Trump 在下一步上我要去思考，我要不要阶段性的去让他们放松警惕。那这样也换取时间，他们可以在稀土上面进行一些元素战略的一些策略指导。这样才有可能去执行所谓曼哈顿级的计划，这个可能是2个是要交互去参考的一个部分。因为从黄仁勋的说法哈，就是他不断对外的谈话跟态度表达的出来，是他很希望能够把辉达的产品就继续卖到中国大陆去哈。那对中国大陆来讲，是因为在先前已经被围堵、被封锁、被卡脖子哈，所以呢不得不也看到了中国大陆的半导体的相关的晶片的研发跟突破跟制造，那也由华为带头，好，他们在技术上不断去突破，所以呢，就算有这个辉达的产品晶片卖到中国大陆，其实是不是量也不需要太多？因为呢，它其实一方面也会影响到中国大陆自己，就是我们常常讲说大陆自主生产制造晶片未来的发展。对这个，但这个地方其实比较危险，说少量的卖过去，他们说这国安科技的问题并不在演算本身。对，那我们这 AI server 它分2个层次嘛，一个是说它的推理以及它的训练。那在推理的部分，我们知道明年2026年，其实辉达为了增加它的 market cap，
它不断的在推 edge computing 的晶片。那在这个程度之下，如果有很好的 pre-train 的这些晶片，就是这些所谓的高阶晶片，那中国在无人机发展的很好的情况下，那他们如果这样更快，其实会影响到国防军事上的一些差异，包含在未来军武的一些开发上面。对，所以如果顺着这个逻辑的话，您觉得接下来如果是川普的话，他会听得进去黄仁勋的建议吗？这得看他能够，我觉得现在其实这些挺有意思的问题，因为对，那包含说这样子下来的话，川普有没有办法得到他想要的东西？因为川普讲了一句话，他希望制造业回到美国。叶老师觉得川普会听得进去吗？其实对川普来讲的话，他会去考量的，倒不完全会是说听得进去或什么这个什么回到美国啦怎样。最重要的是美国民众对他的支持度。因为其实我自己会认为，现在对川普来讲，他自己最 care 的，其实倒不是什么美国之争啊、关税、美中之争啊，还是什么，是现在国内的失业率问题，还有他的一个党团。这一次我们就看到这一次共和党又有人跑票啦。所以其实国内的这些一些因素，如果他现在没有办法去把他的一个经济或者是民望拉起来的话，之后的期中选举可能就要来了。那这些对他来说，的确会是一个很重要的，他要去会对他会去思考的方向。对，眼下对川普来说，最重要的还是他在美国国内的民意支持度。等一下回来我们继续聊。2025全球局势必须关注，中美赛局牵动地缘风险，连带影响台海两岸未来。环宇全世界，关心全世界，权威分析，专业观察，客观立场。每周6日，请您准时锁定，一同关心全球大事的瞬息万变。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环宇全世界。好，我们刚才特别提到说，川习会之后呢，中美现在达成了共识啊，是休战1年，暂缓1年所带来对于双方的影响。而首当其冲的，当然最近大家看到是安氏半导体的风暴。怎么说呢？因为呢这场原本是荷兰挑起啊，声称是因为国安理由那所发动的这个企业接管行动，现在却让荷兰里外不是人啊。因为先前呢，荷兰政府信誓旦旦说他们要接管安氏是基于司法调查，强调跟政治无关。可是没想到这个白宫呢自己跳出来承认说，根据川习会在会谈期间所达成的框架共识，那么安氏半导体呢将恢复对于中国大陆的晶片出货。这证明这就是安氏之乱呢，根本就是在美方的压力之下，哈，最后变成了一场政治交易。现在荷兰里外不是人，哈，当然大家现在在看的就是安氏会不会只是一个个案，这个个案会不会影响到其他美国在欧洲的盟友，哈，在处理未来万一又遇到类似的情况的时候，他们该怎么做？这个部分，朱老师怎么看？好，首先我们先看到，就是说这一次川普他的公布的这个协议哈，到底它的意义是什么？因为原来安氏科技它就是说，在安氏半导体在荷兰政府介入之下，停止向中国大陆出货，然后后来中国应该这样讲是，他在这个荷兰政府介入之后，他更换了他的执行长。因为他原来的执行长就是文泰科技的这个创办人嘛，对。那么后来他一旦更换了这个执行长之后呢，中国大陆的文泰科技就停止向荷兰供货，那么作为反制的反制，那么安氏半导体呢也停止向中国大陆供货，所以两边都停住了，那当然这一次这个川普的在这个川习会后的宣布就是说，中国大陆会恢复向荷兰供货。当然，因为他们现在提供的是所谓的基础半导体基础晶片是提供给非常多所谓消费性电子产品啦，或者是汽车使用的这个晶片。对，所以他们直接影响到了很多汽车厂，都成熟制成的，包括像这个本田汽车，就已经在这个墨西哥厂就准备要停了。那你上日产，他是说他到11月的第1个礼拜就准备要停了。那所以川普是解决他们的问题，所以做了这个宣布。可是为什么说让荷兰政府很尴尬呢？因为荷兰政府原来是说是基于这个公司内部治理的问题去做了这个介入。那么现在一揭露，原来这个是背后是美国的这个操盘，因为它其实原来荷兰介入是要避免这个安氏半导体，因为文泰科技被美国政府制裁之后，它也被美国政府制裁，所以他现在就是说，荷兰政府介入之后，它就不是文泰科技的。荷兰政府还是个主权国家吗？对，所以它的问题是源头是出在他不希望被美国政府制裁，当然也有美国政府背后的一个压力，就是说希望他避免
这个安氏半导体成为这个中国大陆可以跳出这个制裁的一个巧门了。对，所以其实我们讲说安氏之乱哈，它不只是现在让荷兰觉得自己里外不是人啊，是变成了像外交上的一些风暴之外，其实它直接就像是刚刚左老师所提到的，它重创了欧洲的整个汽车产业链啊。因为呢，安氏的产品啊，它是以成熟制成的晶片为主。那外界很多人都会以为呢，成熟晶片呢并没有那么重要，但是没有想到呢，这些看起来是比起高阶晶片来说，它算是中低阶的这些成熟制成的晶片呢，却是车用跟工业晶片的命脉。进一步细看到，安氏的产能有将近80%都在中国大陆的安氏半导体。结果安氏被中方暂停了广东工厂的出口呢，就等于失去大部分的后端产能，也导致整个欧洲汽车供应链陷入了断链的危机。但现在这个问题要想办法赶快解决，不然刚才也提到了，像尼桑啦，像一些这欧洲的一些大的车厂啊，哇，没有这些晶片怎么生产汽车？好，美国跟全球是不是在这件事情上面真的是忽略了成熟制成晶片的重要性跟它的影响力？黄老师，您觉得？其实大家对于成熟制成这个晶片，可能对字面上有点误解，说啊这个好旧啊，这个好像没啥人要用。但其实，在车用晶片或一些特规的晶片上面，成熟制程它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性是什么？它稳定，它可靠，然后它的封测标准都是验证过的。再者，这个整个晶片的产业链里面，成熟制程可以说是整个晶片的最后一里路。那最后一里路走不好，你前面做的再好，那都是假的，你做不出最终的产品把它出去，对不对？那所以呢？今天不止整个汽车产业链，其实包含其他的控制器等等工业用的晶片，家电也是哈。家电有些也是使用这种成熟制程，因为它成本低嘛，你不可能今天我家电我装个 Blackwell 把它塞进去，对，然后说 AI 用不到那种算力，也没有那个电力，对，所以其实这个成熟制程晶片，大家放着放着，其实早年很多成熟制程慢慢移转到中国去下线开片之后。导致现在这个问题，我觉得应该是各国都要去重视的一件事情。因为它也是渐渐的这个依赖性一旦形成了，就是整个中国大陆的产能占了全球，刚刚特别提到将近90%啊。当你突然一下子没有的时候，全球都慌了，就整个乱了套了。是，就包含其实各种原物料，像早期的日本出产的氢氟酸等等，也都是一样的问题。我今天只要一个关键性的产品被某个国家在供应链上面掐死那个节点，都是非常非常危险，才会造成这样的问题。黄老师，那你接下来怎么看哈？就是中国现在我们刚刚讲卡住了80%的后端产能啊，那现在慌的是荷兰，因为他们想办法要解套。现在除了传出说呢，有被要求要恢复前执行长就是张学正的职务之外哈，当然这个美方的压力之下呢，我们也看到荷兰的艾斯摩尔，其实在 EUV 这个部分呢，它的出口是被管制的，甚至是被限制住，没有办法卖给中国大陆哈。所以未来有没有可能变成可能的谈判交换筹码之一呢？我觉得在短期上其实荷兰的解套这件事情，它本身比较复杂，它会升级到整个国际关系上，然后还有整个政治协调的筹码上。但在短期上，可能要做适度的让步去解决这个问题。但实际上，与其说是荷兰政府解套，应该说现在的在于说欧洲汽车同业工会他们如何去表态整件事情。所以未来很明显说，至少中长期从1年半个月后到1年这段时间，他们必须不断的去捞各地剩余的产能，至少先补足他们目前欧洲残存的车用晶片不足的这个问题。所以可能多极化的供应链表现会可以减少在政治协商上面的一些损失。那至于能不能解套，这还是得看我们川普如何去发话，以及如何去走下一步。OK， 这个问题同样的想请教一下林老师，您又是怎么看？因为接下来对于荷兰来讲，他要想办法先是解套，不然的话影响到是整个汽车的供应链。我觉得其实今天的这一个整个我们讲的安氏之乱啦，对于欧洲国家或者对世界国家来说都是上了一课。就是我之前其实全力去支持你美国政策，可是你现在美中关系感觉上看起来还是有点改善了，缓和了。那我变成是不是里外不是人？那是不是我之前面所说的会变成我日后跟中国进行贸易上面的包袱？这一块其实是现在各国大家会去思考的。
那我个人会认为的就是说，荷兰它当然其实我们常说荷兰其实有非常多的一些知名的品牌或什么的，跟中国这边的一个互动性其实是很强的。那这件事情如果既然上升到国安跟外交的等级，那现在解套也会是回归到国安跟外交的等级，对，会变成的是就商业归商业。那你刚刚其实黄老师有说是不是会去搜刮一些它其他的产能啦？那除了这一些之外的话，我自己会认为的就是荷兰或者是其他这些欧洲厂商跟中国这边的一个对抗，应该没有办法去太持久。因为我们要了解的就是说，固然现在感觉上好像是要说这一个非红供应链啦，或者是什么，或许在军事上，或许在安全上是有可能去达到的。可是你在一些民生用品，在一些供应链上面，要能够完全的去跟中国去划分界限，其实是有一点难度的。那当然，今天这边也会去取决于说，今天的一个美中的进程，或者是中国之后对习近平来讲，他要不要利用这一个机会来去跟欧洲这些国家去进行一些新的互动，因为这些互动是有可能会去让双方都去解套，对，甚至是对于荷兰来讲，他当然是希望说能够去摆脱目前的一个困境。其实我想进一步请教您，因为我们刚刚特别点到了荷兰在这个过程，就是在这个中美角力当中的尴尬之处哈，原本就是可以说是棋子吗？或者说当成一把刀啊，借刀杀人。但是呢，后来呢，这个缓和了之后呢，就被放在一边，或者说现在问题摆在那边，你必须想办法解决。然后白宫方面呢表态说，要恢复安氏晶片出货，而且呢暂停实施刚刚特别提到出口管制50%穿透性规则。也就是说，当初逼迫荷兰出手对付安氏的这个杀手锏，现在破功了。那破功之后呢，想办法要收拾残局嘛。那美方这一步棋呢，看起来啊，好像是对中方大举让步，但是就是把荷兰拖进了一个更尴尬的位置哈。因为荷兰现在得罪中方，可是又不能得罪美方，这就是荷兰现在的尴尬。那更尴尬的就是刚刚我们提到安氏的母公司文泰科技，他们已经正式的要求荷兰政府恢复前执行长张学正的职务啊，作为重新开放中国工厂出口的前提条件。所以可以想见的是，张学正的职务应该很快就会被恢复，对，是不是？我会觉得是会这个尽快会恢复。所以变成夹心饼干的荷兰啊，刚刚你已经点到了他们的尴尬哈。那接下来在处理这样的一个尴尬的过程，总不能说，这个之前都是一场误会吧？这边的话，其实最好的方法就是说，千错万错都是川普的错，或者是说，其实就荷兰来讲的话，今天就变成是中国要不要抓住这个议题去，你要说软土生绝也好，或者再去针对荷兰穷追猛打。因为我自己其实在看一整来说，习近平的外交政策，或者是他的一个贸易政策，他也知道什么时候该停，因为这一个东西其实倒不是我今天把荷兰赶尽杀绝，对中国没有好处，反而是现在适度的停手，会让未来更多的欧洲的国家或厂商，他不会再 all in 去挺美国。反而是我是不是要双面下注？在我支持美国政策的时候，是不是我自己跟中国这边也要留一个后路？我会觉得，就一个长远性来看的话，那个或许川普他只是为了他的其中选举或者是之后，可是对习近平来说，他要会想的是更长远的中国整体的产业。我会觉得在这一块，或许中国这边是有一些可以让步的空间，不要那么一个穷追猛打。那现在问题来了，就是美方把这个状况给搞出来了。那荷兰现在陷入了一个尴尬的局面，可是总不能让荷兰自己去面对这个残局嘛？你觉得美方会出手吗？我觉得美方的一个出手，或者是今天美方就是说暂缓1年了，那什么时候我们1年再说？那现在的话，可能就是你荷兰你可以拥有一定程度的一个自主权，但是在这一块的话，当然还是要再去看川普在这一边的一个整体跟中国这边整体的一个互动。所以其实这里的话，还是我说的，就是对各个国家都会是一个警惕。对，老师有没有要补充？您觉得接下来的后事？现在比较麻烦的就是已经任命了新的执行长，所以这个新的执行长用什么理由让他下来呢？这是更尴尬了。那当然，所以他变成荷兰必然要完成他的所谓的司法调查。对，那司法调查要有个结论说，这个之前这个替换的决定可能是违法的，或者说发现这个原来所担心的事情不存在，那么就结束他的调查，那么再做职务性的调整。我觉得这个因为任命了这个新的执行长，所以会比较复杂一点。所以现在让这个局面变得更加复杂，所以常常听到一句话，古人有说“三思而后行”啊。马上回来。2025全球局势必须关注，中美赛局牵动地缘风险，连带影响台海两岸未来。环宇全世界，关心全世界，权威分析。
专业观察，客观立场。每周6日，请您准时锁定，一同关心全球大事的瞬息万变。